Hello，大家好，我係塔羅斯 Rani。話咁快又真係一個星期啦，我哋今日不如嚟睇下6月26號至到7月2號呢一個星期有乜嘢特別嘅星象啊！今日6月25號就會出現一個8星連珠嘅奇特現象。咁從占星學嚟睇，其實宇宙就想藉此去提醒我哋，無論喺任何困難之下，亦都要努力向前行。時時將一啲唔可能嘅嘢變成可能，行事或思考亦都唔好過於偏頗，努力咁去學習一下更多嘅新知識，同時間亦要愛護大自然。宇宙其實真係冇遺忘大家，因為佢依舊喺天空中會創造唔同嘅奇蹟嚟鼓勵我哋。如果你想多啲了解8星連珠呢個現象嘅話，就記得去我嘅 channel 度睇一睇啦。而喺呢一個奇景之下，今個星期海王星亦都會進入逆行嘅行列，逆行週期就大約為半年左右。而喺呢段期間，海王星嘅模糊能量就會特別被加強，從而就或者會減弱咗我哋嘅意志力，令到我哋喺遇上困難嘅時候，就或者更加容易感覺到有無力感同埋係想放棄。而喺大圍嘅環境當中，俾呢一股強大嘅迷惘能量所籠罩，疫情嘅問題、經濟、政局，甚至係一啲同權力或者國際領域有關嘅事宜，就或者會變得失去焦點，同埋係令我哋感覺較為茫然。幸好喺今個星期有住一個具有滋養能量嘅新月，寓意我哋需要關心周圍嘅人同事，就唔好只係顧住自己，因為人類係習慣於群體生活，所以我哋就要學會守望相助。而家係一個去體驗團結就係力量嘅道理嘅時候。而喺另一方面，呢個新月出現嘅時候，就會同木星有住不良嘅角度，就係提示住大家切忌有住過大嘅幻想。做起事上嚟就適宜有規劃咁去擴展，唔好過於理想化。喺愛情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係包括天蠍座、摩羯座同埋雙魚座。天蠍座，海王星即將會喺28號開始逆行至到12月3號，預示住各天蠍座嘅朋友就或者需要面對一啲同愛有關嘅功課。而如果你已經有伴侶，由於金星而家係坐落喺幽默並且有生趣嘅雙子座當中，就為各天蠍座嘅朋友增添咗唔少嘅活力，仲有機會驅動住一啲天蠍座嘅人主動咁去尋找能夠打破生活上沉悶嘅一啲活動。因而有一啲天蠍座嘅朋友就或者會想帶住伴侶到戶外走走，試住去做一啲即興或者係具冒險嘅活動。有啲生活上嘅模式同埋習慣亦都會因而有所改變。不過同時大家都需要留意雙方嘅理念同埋喜好是否一致，否則嘅話就可能會有機會醖釀成一啲爭執或者唔協調。另外，單身嘅天蠍座朋友受到逆行海王星嘅帶動，喺工作忙碌過後，就或者會較為鍾意去一啲具娛樂性質嘅地方去放鬆同埋消遣，有機會為你引嚟一啲霧水情緣或者係異國戀情。不過大家都係要小心一啲，因為喺呢股迷霧消散之後，真相係會浮現。或者到時你係只會覺得係一場夢而已嘅啫。如果想能夠避過不必要嘅情傷嘅話，大家就不妨先多作了解同埋溝通，試試從一啲生活嘅細節去了解對方，然後先再作打算，可能會適合啲喎。摩羯座，已經有伴侶嘅你喺海王星逆行嘅感染之下，你就或者會有住較強嘅感受力，對他人嘅説話會變得特別敏感。只要對方有些微嘅語氣變化，你就或者會感到不安，甚至係不悅。不過由於海王星嘅能量係帶有自欺欺人嘅電波，
同埋今個充滿住愛嘅新月來臨到你嘅伴侶宮。喺呢啲頻率嘅包圍之下，你就或者會偏向選擇包容，將心目中嘅不滿就向內藏。或者你而家真係一個時候需要去學習一下土星逆行嘅課題，確立一下自身嘅價值，咁樣先至能夠真正令到關係變得更為鞏固同埋長久㗎。至於單身嘅摩羯座朋友，喺金星同木星嘅柔和相位帶動之下，或者會更想能夠組織一個家，又或者係想揾一個穩定嘅伴侶，有住較為急切嘅渴望同埋期待。再加上喺今個多情嘅新月推動之下，有一啲摩羯座嘅人就或者會有脫單嘅機會添，同嗰位令到你感覺有家同埋溫暖嘅人喺埋一齊。但係因為海王星逆行嘅能量已經開始醞釀，咁就或者會迷惑到你對某一啲事情嘅想法，因而會變得較為理想化，同埋容易睇唔清人同事嘅真相。咁樣睇嚟就或者會有住被騙嘅危機喎，大家真係要小心一啲啦。另外，今期戀愛運最強嘅地方就應該會係一啲同工作有關嘅場地。所以不妨試試多啲同新嘅同事交流，或者係積極一啲去參與公司嘅講座同埋培訓課程，或者會有意外嘅收穫㗎。雙魚座，海王星即將喺你哋嘅命宮逆行，受影響嘅程度當然就會比其他星座嚟得更強大。喺今個星期至到大約12月初，大家亦都要避免俾眼前嘅一啲人同事充分頭腦，時刻亦都要保持警覺性。同時喺今個星期就會出現一個較為感性嘅新月，照亮住你哋嘅戀愛宮，因而一啲已經有伴侶嘅雙魚座朋友，或者會更為嚮往有住浪漫滿屋嘅感覺。極有衝動想去同伴侶編織出唔同嘅美夢，過住和諧並且係無憂無慮嘅生活，因而喺生活上或者會出現較多嘅消費添。至於單身嘅雙魚座朋友，由於命主星會即將逆行，就或者會將你嘅夢推到最高點。心中會係默默咁相信會有住白馬王子或者係公主嘅來臨，而宇宙又果真係會派出一啲人走到你嘅面前，令你感到有住一絲絲嘅溫暖。不過受到逆行能量嘅影響，此時此刻出現嘅人實在係太可疑啦，大家就唔好因為一時嘅感覺而被迷住喎。你適宜去運用巨蟹座新月嘅能量，去深入了解一下對方嘅底蘊。片面之詞不足為信，若然係真愛，係會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話怕錯失機會，有時候可能只係一個危機嚟嘅咋，大家要小心一啲啦。喺工作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同埋天秤座。金牛座火星正係坐落喺象徵隱藏敵人嘅第12宮當中，咁就預示住或者會喺工作上容易遇上一啲小嘅障礙或者係小人。另外呢股能量亦都有機會驅使住各個金牛座嘅朋友更為嚮往獨來獨往，而比較唔喜歡同他人打交道。喺咁個情況之下，就或者真係少説話，多做事為妙啦。同時間喺27號，火星就會觸動到逆行中土星嘅變甲能量，就或者會激活起呢變嚟變去嘅衝動。有一啲金牛座嘅人，或者會開始動身咁去將某一啲理想實現，例如係尋找新嘅工作、籌劃移民、轉換居住地，或者係開拓一啲新嘅事業發展路等等，憧憬住會有更豐盛嘅未來。不過由於太陽就會喺28號遇上具擴展能量嘅木星，
並且出現挑戰嘅相位，咁就正喺度提醒你唔好有住過多嘅想法。你要學會集中火力於單一嘅發展之上。若然發現失去方向嘅時候，就適宜運用今個巨蟹座新月嘅觀察能量，回歸基本步，細心檢閱過去走過嘅每一步，同埋而家正係廣納意見嘅好時機。有時候自己或者會較難去發現自己嘅錯處，所以多聆聽唔同人嘅想法，同埋去向一啲長輩請教一下，或者會為你帶嚟一啲新嘅啟發嘅喎。雙子座，火星正係不斷咁推動你走向人群。有一啲雙子座嘅人喺工作上就或者需要同唔同層面嘅人接觸，某一啲新嘅工作計劃正係發展得如火如荼。另外，雖然而家仲係喺疫情之下，有一啲雙子座朋友嘅一啲社交應酬，亦都似乎正喺度不斷增加。不過，由於太陽同木星會有住不良嘅相位，並且係驚動到個人自尊嘅領域，咁就正係喺度提醒大家喺接受唔同意見嘅時候，有機會俾巨蟹座新月嘅能量左右到你嘅情緒。你就適宜學會表現出穩重大方嘅一面，同時最好能夠學會衡量一下對方嘅身份同地位，講嘢嘅時候要格外留神。另外喺今個月28號，海王星會開始佢逆行週期，至到12月3號，為期大約係半年左右。而呢股朦朧嘅能量正好係圍繞住你嘅事業宮，咁就預示住大部分嘅雙子座朋友或者會喺呢段時間較為容易出現失去焦點，或者係感到而家嘅工作並不如理想，有住轉換工作嘅念頭。但係而家最好都係唔好衝動咁作出決定，因為無論你去到邊一份工作，喺12月初之前，呢股能量亦都係會跟住你嘅，咁樣就代表咗你去到邊份工，亦都會想有離開嘅心態。所以不如大家學會定落嚟睇一睇自己真正想要啲乜，先再作決定啦。巨蟹座，火星同逆行中嘅土星衝撞出一股極強嘅戰鬥力，令一啲未揾到工作嘅巨蟹座朋友好似開咗 turbo 一樣，對於發展新嘅事業甚為有衝勁同埋狂熱，會想去突破眼前嘅界限，去創建另一個新天地。而由於海王星係即將進入逆行行列，能量喺今個星期就會更為突出，因而有一啲巨蟹座嘅人或者會積極咁去尋找一啲同將來事業發展有關嘅課程嚟進修一下。但係今個新月又正好係嚟到你嘅命宮，就或者會將你起伏不定嘅心情加劇，會容易令到你出現講多過做嘅傾向。但凡遇到一啲小問題嘅時候，例如係天氣嘅影響、心情嘅變動，又或者係他人一句嘅説話等等，就能夠阻礙到你去追尋夢想嘅動力，從而仲有想放棄嘅念頭添。各巨蟹座嘅朋友或者就要謹記海王星喺你智慧宮嘅用意，佢係想你能夠喺呢大半年間檢討一下自己嘅實力。你可以天馬行空咁去開拓新嘅事業路嘅同時，你亦都要知道通往該處嘅路徑。鎖定目標之後，就要試下一步一步咁向住目標前進，唔好總係徘徊彷徨路前，要試一試坐言起行啦。徘徊彷徨路前，回望這一段。天秤座，同他人合作或者會係今個星期嘅焦點，因為火星正喺你嘅第7宮發力，促使你去同其他人合作。對於一啲從事中介、銷售或者係正想揾工嘅人嚟講，係甚為有助力。上天就已經俾咗各個天秤座朋友一啲運氣，而至於能唔能夠成功，則要視乎每個人嘅實力同埋付出。
另外，太陽同埋新月亦都會喺今個星期齊集於你嘅事業宮，增進咗你嘅自信心之外，亦都會令到你喺工作上更能夠表現自我。所以就唔好放棄每一個能夠發揮自己才華嘅機會啦。舞台已經為你準備好，只欠你上台表演嘅咋。同時，不妨好好利用木星喺你合作宮嘅能量，時時積極一啲去擴展人脈，揾下唔同嘅機會去結識唔同層面嘅人，能夠增廣見聞之外，有時候可能我哋今日覺得嗰個人未必能夠幫到自己，但係或許將來係可以嘅喎，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啦。而如果有一啲天秤座嘅朋友近期係想促成某一啲工作或者係生意嘅話，秘訣就係在於合作。你適宜去揾一啲具有積極心同埋活力嘅人去共同籌劃一番，事情就有機會有住新嘅突破同埋發展㗎啦。喺財務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獅子座、處女座同埋水瓶座。獅子座，由於海王星已經漸漸進入逆行週期，佢拉扯嘅能量就或者已經影響到各個獅子座朋友嘅自信心，頓時就令到你哋感覺到有住莫名嘅低落感，亦都因而喺做起事上嚟，似乎亦都會欠缺一啲動力。而家嘅你就要好好學懂運用金星喺你第11宮嘅貴人運，適宜時時多謝他人嘅力量。例如係當你遇上困難嘅時候，不妨請教一下有經驗嘅人，從佢哋嘅經歷當中吸取有用嘅知識，咁樣能夠有助你去將一啲障礙剷除，同埋更加能夠加快工作進度添。另外，今個新月嚟臨到象徵暗藏危機嘅第12宮當中，喺唔同能量嘅結集之下，今個星期就或者唔適宜去開展任何生意、申請貸款、借錢俾朋友，或者係開任何同資金有關嘅戶口。否則喺呢啲能量干擾之下，喺未來就較容易因為一啲唔清唔楚嘅細節而出現糾紛，都係再從長計議會好一啲啦。而由於太陽同埋月亮亦都會同木星產生能量上嘅抗衡，象徵咗你要勇敢一啲去面對你最驚嘅困難，並且要保持樂觀嘅心境，滿懷自信咁跨過去。每個挫折亦都只係嚟幫助你走向更成熟同埋更具智慧。處女座，喺火星嘅帶動之下，有一啲處女座嘅人或者會有住更大嘅動力，想去增進財富。對於能夠揾到錢嘅資訊或者係活動，亦都會感到有興趣。而由於海王星即將會喺你嘅合作宮逆行，就預示咗喺未來嘅5個月當中，或者會出現唔同嘅合作機會。但係因為海王星係有住將事物模糊化嘅能量，咁亦意味咗當中有機會係存在一啲具有欺騙或者係不盡不實嘅事情出現。所以大家喺決定投資之前就適宜多加三思，或者係同家人商量一下啦。而今個新月係會坐落喺代表人際嘅第11宮當中，並且剛好又同木星有住一個比較困難嘅角度，咁樣就會預示住有一啲處女座嘅人或者有機會遇上朋友需要緊急援助，例如係問你借錢、代購、揾你合資，或者係借用你某啲物品等等。而喺木星嘅提醒之下，你就適宜量力而為之，唔好過於慷慨而令到自己陷入困境當中。總之，幫人其實真係一個美德，但係亦都要先了解一下來龍去脈，否則有時候可能會越幫越忙㗎。另外喺揾錢方面，好好記住財不入急門，有時候越急反而可能會越變得越慢嘅喎。水瓶座，火星同逆行土星嘅能量融合為一股成熟嘅頻率，
帶動住各水瓶座嘅人喺處事上面變得更為穩重大方。再加上海王星又即將會喺象徵財富宮嘅第二宮逆行，就代表咗喺未來嘅5個月期間，或會有住唔同嘅財務題目需要你去處理一下。宇宙而家想你能夠學好理財呢一課，俾到你唔同嘅數學問題，要你以嶄新並且更具效率嘅方式去處理。而喺今個月29號所出現嘅巨蟹座新月，就或者會推動住一啲同日常生活或者係健康有關嘅事項，令到一啲水瓶座嘅人有機會去檢討一下自身嘅需要。喺今個星期，或者會有住消費大增嘅現象，因為會較為願意花費喺生活或者係用品之上，例如係購買一啲健康產品、報讀健身課程、參與短期旅行，或者係購買一啲平日唔捨得買嘅物品等等。或者有時候，我哋真係需要滿足一下自己心靈層面嘅需要。所以就不妨因應自身嘅需要而滿足一下自己啦。而喺家庭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白羊座同埋射手座。白羊座火星嘅能量激活到各白羊座嘅動能，因而有一啲白羊座嘅朋友就或者會想去掙脫現有嘅環境，逃離受管束嘅範圍，勇於衝出舒適圈去尋找新嘅人生路。同時藉住今次巨蟹座嘅新月，溫暖住同家有關嘅領域之外，就有機會令一啲正在喺度籌劃或者係被有關於房屋嘅事情所困擾嘅人帶嚟一啲曙光。因為喺新月嘅開創頻率引導之下，就或者有機會揾到一啲解決嘅方法。另外，有一啲白羊座嘅人就有機會喺今個星期需要去為搬屋、裝修、申請貸款、移居或者係同樓宇買賣有關嘅事宜而煩惱。喺未來嘅日子，就或者會有機會收到一啲相關嘅通知，預示住喺以上領域當中會有住一個新嘅開始，漸漸係踏上一個全新嘅道路。此外，你需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土星逆行嘅能量，或者會令到你喺路途上遇到阻礙。而請大家先唔好咁容易動怒，相反，你就適宜將問題深思一番，因為呢一個其實係土星想俾你一個機會，去將你嘅路建立得更美好，令到你有機會將問題修正過嚟。唔好忘記，幸運之神木星其實正喺你嘅命宮坐鎮，象徵咗有逢凶化吉嘅氣場。快啲去把握呢股能量，去創建一個更理想嘅家園啦！射手座，土星喺你哋嘅思想宮逆行，或者就已經將一啲舊人舊事推到喺你嘅面前，一次又一次咁要你去回顧過去。心情亦都因而有住高高低低嘅起伏，近期似乎極想能夠得到其他人嘅關心同埋愛護。另外，受到火星嘅刺激，令到各個射手座嘅人會更為熱衷去尋找開心快樂，期望能夠通過唔同嘅娛樂或者係社交活動嚟淡化過去嘅種種不安感。而為期半年左右嘅海王星逆行週期，亦都即將會喺28號起開始，至到12月3號為止。而喺呢段時間，各個射手座嘅人就或者需要去經歷一個安全感重塑嘅過程。有一啲朋友或者會遇上一啲同家有關嘅問題，例如係房屋需要維修，家人需要你嘅協助，同家人出現意見分歧，又或者係喺住屋上感覺到唔係太安穩等等，令到你覺得有啲顛沛流離嘅感覺。所以你就要好好利用今個具有關愛意味嘅巨蟹座新月，
嚟及早籌劃一下你嘅錢財走向，為未來嘅家作一作打算，唔好太過隨心而行啦。今個星期嘅星座預告我又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好好保重，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關於今集嘅內容，大家可以去我嘅 Facebook 專頁去睇返文字版本㗎。